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分享过很多的中式饼类，像是润饼啦、葱油饼啊，或是馅饼、鸡蛋灌饼。有朋友提醒说我没有分享过墨西哥卷饼，真的耶，我竟然忘了分享这个我很爱的一种饼，它几乎是可以拿来卷万物，包什么都好吃，甚至还可以取代披萨饼皮。我还拿它来做咸派的皮，真的超级好吃，超万用。整体热量含油量也不高，也可以把一半的面粉用全麦面粉取代，就更健康。然后做法真的非常简单，这又是厨房新手很友好的一道料理，真的可以说随便做做就可以成功。最后里面想包什么卷什么都可以，基本上是可中可西可咸可甜呐。这么简单又好吃的食谱，赶快分享给亲朋好友，叫他做给你吃。来备料，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有调理机的或是桌上型搅拌机的，当然首推用机器来揉面呢最方便。我有给大家两种配方，一个是泡打粉板，一个是酵母粉板，都是为了让面皮松弛的比较好。酵母在这里不是为了发酵，所以这个食谱完全不介意它发不发，机器揉成团就可以。另外这一份示范手揉的方式，然后加的是酵母粉，原本要把清水改成去渣的红萝卜汁，但今天懒得榨汁了，等等就直接加入浓缩的红萝卜粉也可以。手揉可以先揉成碎面片状之后呢，再加入油脂的部分。前面那份加的是冷压橄榄油，这份加的是无水奶油。你要改成酪梨油、椰子油其实都可以，就选择自己喜欢的好油。就把所有的食材揉捏融合均匀。刚才说了，用机器就是很快也很方便，用手呢就是稍微辛苦一点，但是也还算简单啦。红萝卜粉可以再早一点加哦，我是忘了，然后中途才加，但也不影响，反正就是把它揉匀。这个面团微湿润哦，带个料理用手套很好揉面。手比较没力的朋友可以选择用拳头按压的方式，静置松弛20分钟。喜欢口感的可以放真空盒抽真空。松弛好的面团，我们把它分割成6个小剂子，喜欢更大片一点的可以分割成5个剂子，剂子越大，擀出来的饼皮会越大。分割好的面剂子呢，我们稍微整成圆形。记得面呢，只要有动作就会变紧，紧了之后呢，只要透过松弛就可以再继续操作。这个面团的质地呢非常好收圆，怕面团表面干燥，一定要盖上一个棉布。想更好操作的话，我们就再松弛个10分钟。松弛好的面团，我们要准备来擀饼了。可以初步先用手呢把它压平，压到没办法再压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请出擀面杖，就尽量把饼给擀薄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喜欢有点口感的，想要有点厚度，就不要擀太薄。如果擀的过程觉得不是那么圆也没关系啦，反正家里自己吃嘛，大概呈现圆形就可以了。如果想要把它擀得很圆很美丽，当然是更好啦。平常如果很多工作压力的朋友，真的很推荐哦，可以做这类的烘焙。做的过程真的很舒压，而且可以让大脑整个放松。我擀的真的不是很圆哦，但是没关系嘛，反正最后都吃到肚子里啦。我们老公说这样特别有手做的风格，继续给它不圆下去，不用等，立刻就可以来煎饼。严格说应该算是烙饼，因为完全没有加一滴油，然后锅子一定要烧热哦。我的锅子加热到摄氏220度左右，放入饼皮之后呢，就稍微用手转一下，基本上就是用平底锅模拟一个烤箱的概念。大约加热个30秒就会起很多的小泡泡，跟之前做口袋饼的概念有点像，但墨西哥卷饼没有要膨胀成一个气球，就微微的有一些小气泡、大气泡就可以翻面。这个饼不要烘太久哦，如果烘太久水分都烙干，口感就不好了。我们要让这个饼是柔软的，才可以之后包裹东西。表面烘烤到表面微微金黄上色，基本上就可以起锅。不管是全麦红萝卜版还是原味版，烘法烙法都一模一样。两面都煎到影片这样的色泽，就可以起锅啦。千万不要煎太久，否则太过干了之后呢，之后就不好包裹食材了。起锅之后的饼呢，记得一定要包个布哦，包一下，让它的热气呢再回流到饼当中，这样的饼才会柔软。是不是很简单？墨西哥卷饼就大功告成了。想看我用墨西哥卷饼做咸派吗？想看的留言加1。
only to stay, finna walk out that door. My mistake, giving you love galore. Hope you find someone that can really adore you. Don't worry, I ain't keeping grudges, cause I'm doing better, life cannot be more golden. But honestly, I won't lie, sometimes I ask why I can't get you out my head, now hard to forget that I 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立马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 Someone tell me why. 어떻게 지내던 I already have a bunch of guys